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。好像蛮久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在怪谈上面，等下是过年，然后过年完去日本，中间只有一集怪谈，对，隔了非常久，大家想不想我啊？好 ，OK， 那在怪谈开始之前呢，先跟大家讲，这次日本回来呢，其实有一点可惜，没有达到我要拍摄的支数。本来这次预计要打算拍个7到8集。最少6集，结果没想到只有到5集。但我必须跟大家讲，这5集每一集都有发生怪事情，真的非常的刺激。那昨天其实已经放过了1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叫13否，那个地方其实蛮刺激的。但最恐怖的是，我拍到最后竟然有人跑来探险，然后那个我只能摄影中断，所以说不能耗太长这样子。还有灵魂盒子没有问出太多答案哦，不然要拖更久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这个恐怖怪谈呢，我必须说，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。为什么？它其实是发生在美国，然后他们的家是盖在以前一个邪教组织的那个用的土地上啊。那以前美国的邪教组织，我相信大家都多少都有听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仪式啊，甚至会用献祭啊，或用不好的方式集体这样子了结自己的性命啊，等等诸此之类，太多了。那今天这个地方，这个人住在这里，他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接下来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介绍给大家咯。我成长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一个小镇，四周都是沼泽。我小时候住的那栋房子在镇上非常的有名，因为我爸买下它之前发生过一件大事，一个邪恶宗教组织曾经住在这里，一个属于邪教的年轻女孩生下了一个死胎，他们没有照正常程序办葬礼和埋葬，而是把婴儿尸体装在冰桶里，挨家挨户带到镇上人家门口，请大家帮忙祈祷，让孩子复活。没错，不是开玩笑，镇上的老人现在还能跟你讲这件事情。我到青少年时期才知道这件事。那晚，我的一个朋友妈妈开车送我回家参加派对，她把车停在家门口，看着我，一脸震惊地说：“天哪，你真的住在这里？”我突然超好奇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，就追问他，他把整件事告诉我。我非但没有害怕回家，虽然还是有点怕，反而更震惊，邪教居然在做这种事情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在那房子里总有那种感觉，为什么我们一家总会遇到那些怪事。我的卧室在长长走廊的尽头，我不记得有哪一次进出房间不是跑着冲过去的，每次都这样。我一走到走廊的开头，就突然感觉周围变得沉重，胃里像打结了，呼吸开始加速，然后我就拼命跑进房间，砰一声关门，立刻冷静下来，感觉走廊有什么东西一直待在那里，我解释不清。我们偶尔还会听到小孩的笑声，甚至听到婴儿的哭声。没错，有一次，我最好的朋友照常来过夜，我们正走到通往我房间的第2条走廊，我弟弟的房间也在那条走廊上，他的房间在最开头，门往右开。那晚他房门开着，顺带一提，我弟弟他当时不在家，跟他最好的朋友去几条街后面钓鱼。我跟我朋友一踏进走廊，就听到婴儿哭声从我弟弟房间传来，不用说，我们2个立刻吓得逃了出去，跑到后院，待到太阳下山，才被逼回家。这些事好像只针对我跟我弟弟，我妈偶尔也会遇到小事，但我觉得她已经习惯了，变成日常。我爸则是完全没有遇过任何事，可能因为我小时候他很少在家吧。他是离岸石油钻井平台的电工，经常半个月不在。但这些东西好像特别的喜欢我。有天晚上，我醒来看到一张脸就在我上方，大概离我6英寸，那不是正常人的脸，更像是雾气组成的，只能勉强辨认出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的残影。我当然整个人僵住，只能盯着他，然后他在我眼前突然消散。我房门经常被敲，我开门却没有人。我常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但家里没有人在叫。
我会感觉手臂或背上有只手，这些变成了常态。后来有一天，我遇到我最好的男闺蜜，她是灵媒，她比我大4岁，我当时14岁，她18岁。我们每天开始通电话，我们从来不是恋爱关系，是兄妹般的情谊，到现在还是很亲近。我小孩都叫他叔叔。这是我逃离那房子窒息感的唯一方式。他告诉我，我经历的一切不是我脑补，全是真的。事实上，我家闹鬼闹到他有时候进门都很困难。他说我家里里里外外超过22个鬼魂，不是开玩笑。那房子超老，土地也很老，谁知道我们盖房子之前那块土地发生过什么？只要翻历史书或 Google 就知道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几世纪有多混乱。他也告诉我，为什么我比家里其他人感受更加强烈，因为我是移情者，对灵体很敏感，能感觉、听到，有时候甚至看到。这终于懂了。我当然不喜欢听到这件事情，但不得不接受。他说他会准备好，试着帮助我们。他来我家做过一次净化仪式，几周内好像真的有用，但之后一切又开始。他跟我说抱歉，东西太多，他没有办法完全赶走。我后来又在那房子住了4年。我爸爸终于在我高中毕业时决定带我们搬走。我永远记得搬走那天，那是我从4岁就开始住的家。当然我对他有点感情，奇怪的是我也对里面某些灵体有感情，不是全部，只是那些偶尔让我感觉被安慰。我记得有天晚上跟男友分手，在床上哭，突然感觉有手臂轻轻抱住我，所以我知道不是全都是坏的。我记得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为他们哭，我感觉内疚，又把他们丢下。下一个搬进来的人会不会像我一样认同他们？我知道听起来很疯，但我觉得像离开家人。我们新家很好，完全没有灵体鬼魂，感觉终于不用每次都跑进房间了。我住了好多年，没有灵异的生活。我相信离开那房子后，我把对灵体敏感的那部分关掉了。快转8年后，我住在美丽的华盛顿州，怀了第一个孩子，突然感觉被召唤回家。当然，我想念路易斯安那的家人像疯了。但我也很享受跟未婚夫在新的州的新生活，但那感觉很强。我晚上会哭，想回路易斯安那。我未婚夫突然说，不然我们搬回去吧。我超开心。我们在2006年时10月飞回去。下一个月11月29号，我的世界永远改变了。我妈妈，我的依靠，我的世界，我的全部，突然意外过世。根据验尸官报告，我在他死前几个小时还跟他讲过话。我继父，我们搬出那个房子后，我爸妈离婚了。下班回家后，在浴室发现他倒在地上。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才拿到验尸报告，一切不明原因，最后归咎于心脏病发。我妈妈又超健康，又瘦，没有心脏问题，这是巨大的震撼。我总是好奇，我怎么好及时回来？是直觉呢，还是别的东西？我永远不会知道。但我知道，从那之后一切都变了。妈妈葬礼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照镜子，从额头第3眼的位置拔出了一个巨型钉子，留下了一个大洞。突然有只眼睛对我眨眼，似的非常不安。从那之后，差不多12年前，我不管住在哪里都有持续的灵异经验，每一个房子或公寓都有发生过事情。我还可以分享很多经历，但那些留到单独的故事再说吧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最初是如何接触到灵异现象的。希望我分享所有的故事能让别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。谢谢你花时间阅读我早期的经历，祝福大家。这个经历其实有点长，但我很喜欢，尤其是他所碰到这么多状况，在这屋子碰到这么多状况，不管是声音啊，或看到有脸在他那个脸那边贴那么近。说坦白，这恐怖指数可以达到，我评分可以到4.5克了。但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就是他并没有碰到更激进的一些状况。因为听到邪教组织住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以为有可能会有更激进的状况，但他没有，所以我只能给到4.5个颗星，没有办法到满分。假如有的话，应该会更高。但这个纯粹是我个人想法，也不希望说有人真的会碰到这样的经历，因为假如有的话，一定也是不好的，或者是会危及生命危险的，不是吗？对，没错，他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
灵体有分好跟坏。那当然，其实我相信这大部分这个世界上的灵体有7-8成，大部分都是好的，剩下的2成有可能是坏的。其实跟人一样嘛，没有人是圣人嘛，也没有人是完美的好人嘛。我们这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坏人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些好的灵体有可能会在你最难过的时候帮助你，但这些坏的灵体就会想要攻击你。其实人不是也这样子？你想要过世后在这个世界当好的灵体呢，还是坏的灵体呢？这个就要请大家自己多多想想哦，在生前一定要多做好事，千万不要做傻事哦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个地方为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勾上启明，那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咿呀嚓嚓。